溥仪作为大清最后一位 CEO， 他到底是被开除了，还是公司干倒闭了？这个问题今天必须算清楚。先说我的结论，这公司就是他干黄的，他活该。先来说第一个维度，这哥们儿精神状况打从一开始就没正常过，因为他喜欢逼太监吃地上的脏东西，故意给狗喂刚出锅的高温饭菜，没事就拿石子砸宫女，放今天这叫超雄综合症加躁郁症晚期。你想想，一个公司的 CEO 日常娱乐活动是虐待下属取乐，拿开水烫公司吉祥物，公司里从上到下没一个人敢靠近他，这种管理层底下的人谁敢给他卖命？人心早散了。再说第二个维度，身体也拉胯。溥仪12、13岁的时候被宫女日夜宠幸，出门只能扶墙走，看太阳都是绿的。太监为了让他重振雄风，给他吃重金属加还阳药的极品仙丹，结果直接巴雷特榨糖，肾亏制成了再起不能，离太监就差一步。皇后婉容那边更绝，溥仪自己不行，5个老婆全当摆设，婉容憋得没办法，直接跟2个侍卫好上了。这绿帽子戴得结结实实，全紫禁城都知道，就他不知道。更讽刺的是，人家还真怀上了，一个皇帝当了20年，自己媳妇儿肚子是别人搞大的，你品品这讽刺程度。顶级绿帽王，他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。你对比一下，嘉靖皇帝磕了整整27年仙丹，不仅活到59岁，而且生理功能正常，脑瓜子清醒。溥仪吃了3、4年就报废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身体底子本来就不行，从头到尾就是个肾虚气短的主。一个精神不正常，身体也扛不住的人，他哪有精力管好一家公司啊？再说第3个维度，也是最致命的一刀，他卖国不是迫于无奈，是他主动上门求着日本帮他复辟。日本人让他去东北当傀儡，他屁颠屁颠就去了，签了日满议定书，把东3省的资源、铁路、港口全部卖给关东军，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皇位。你要搞清楚一个逻辑，一个 CEO 把公司核心资产全部贱卖给竞争对手，换取自己继续当 CEO 的虚名，他只是故意把公司往死里整啊。现在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公司确实是倒闭了，但责任不在别人，就在他身上。清朝那个烂摊子确实有问题，但溥仪不是无辜的。一个精神变态，身体拉胯，最后还把公司卖给竞争对手的人，他来当这个 CEO， 大清不亡都没天理。最讽刺的是，新中国给他安排了一份植物园园丁的工作，他剪了一辈子花草，反而干得挺好。当皇帝的时候，天天虐待下属，通敌卖国；当园丁的时候，反而能跟同事正常相处，按时上下班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当皇帝不行，当园丁行。最后，评论区聊聊，你觉得大清这家公司换谁来能救？还是说谁来都一样，早晚要倒？